说是我们不演戏来真的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呢？叫真论啊。除了戏论、人生戏论以外，你来真的，就我不演戏了，戏是假的。那我不要再演戏了，我要真论。真论是什么？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中国的学问叫什么？叫求真的学问，又叫修真的学问。修真是什么？把所有的假都不要了，回归独一无二的，回归我自己是真主，我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个，回到那一个，这个就叫真论，又叫求真。求了以后要什么？修真啊！所以说你既然我不搞假戏了，我要求真了，那么我就求到了方法以后，我要修改那些不是真的变成真的了。所以这个时候要修真，在修真的过程中，慢慢的什么？成真。所以是所有的真跟假的区别在这儿。我们今天的文化，特别东方文化，从100年前辛亥革命时期引进了西方文化之后，我们开始学会着模仿。科学是一种模仿，它叫仿生学。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东西，它全部在这仿造着生命界的东西，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在寻求着一种真理，寻求着一种真实的一种方法，但是它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，所以它只能仿生。仿生就是生命是什么样的，它仿照它。仿生学就是科学，自然科学是仿生学。那么我们所要研究的科学叫生命科学。生命科学不叫仿生学，因为在所有的生命学中，最厉害的是人，你在仿谁啊？是你仿人好不好？仿人仿哪个人？说古代说要找那个真人模仿，就不能学那个戏子演关公有什么意思？你真做关公。演观音菩萨有什么意思？你真做观音菩萨。这就是求真，这就是修真。那么最后你要成真。所有的圣者，从耶稣基督，他们叫先知，在欧美系统里面，他称为耶稣一样的人叫先知。为什么叫先知？因为别人不知道的事他都知道，别人做不了的事他都能做，别人治不好的病他能治好，别人不能够驱赶鬼，他能够把鬼从羊群中驱赶出去从人的身上从人的身上把鬼赶出去，然后那个鬼跑到羊群里，结果害得羊群都跳了悬崖，受惊吓了。所以大家要看，这是先知能干的事儿。那么这个叫真人那么在中国直接就用真人这个名词对先知进行定义。那在印度它成为菩提萨陀，它叫真人是菩提萨陀。菩提萨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己能做真人，他还能帮助别人做真人，这个更高级了，叫菩萨，对不对？就刚才说水跟 water 是同一个名词，你不要被它弄混了。先知既是菩萨，菩萨既是真人，差别在这儿。所以是名词概念，你先要把它打破。生命是你的，我们不演假戏。要开始寻真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。说是真正的一个学佛的人，真正一个求道的人，求真的人，真正信仰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天底下头号的自私人。你不要以为自私不好，你首先要自己成就，你才能帮助别人成就。就像你们现在拼命的赚钱，为什么要赚钱？你有了钱可以给儿女花，
有了钱可以养老婆孩子养父母，说要你先有钱，对不对？你没钱怎么养他们啊？是不是？求真修真成真这个事儿，也是你先要自己是真人，自己先成真，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也成真。说这个叫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，你就是佛了；觉醒圆满，你就是上帝了，你就可以创造了；觉醒圆满了，你就是道了。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行之，万物在乎心，万物在乎手，由你去变化，你想咋地就咋地，那是人家圆满了的。所以大家要把这些宗教的东西，我们从宗教的智慧中吸取它的营养，来用在自己的身上，完成生命的改造，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。